光眼它基本上就是一点一滴破坏视神经的一种疾病。早期不痛、不红、不痒，它对于视觉功能的影响，通常是从周围的视野开始觉得视力不好才去检查的话，大概已经是晚期到接近末期了。因为它没有症状嘛。对。然后如果还看得到，他就觉得跟我一样。对。啊，我不玩了。对，就是这一点。有一些病人他就会问说啊，听说青光眼手术后眼睛就会瞎了，甚至有一些病人他从别的医院转到我的门诊，然后他也说，我可以开资料的看不啊。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追踪他的病史，你就会发现他一直拖，他已经看不清楚了，他死了心了，他才愿意接受开刀。那这个时候，就算这个医师手术开得再好，那因为你的视神经已经走上失明的不归路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可惜啦。一般我会建议说，使用3种药物，你还没有办法把病情控制得好的话，那就应该要考虑手术的治疗方式，不要一直拖。所以不要铁齿哈。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您知道吗？我们台湾至少有45万人罹患青光眼，而且这是有去求诊的哦，可能还有更多人罹患了这样的疾病。青光眼到底是什么？它有多可怕？为什么有人说它是视力小偷呢？今天我们为您请到了星光医院教授级医师刘瑞麟教授，欢迎教授。千子您好，大家好。是教授，到底什么是青光眼？又为什么它是视力小偷呢？是不是可以请教授先来为我们做一个定义？OK， 青光眼它基本上就是一点一滴破坏视神经的一种疾病。在早期大概都没有什么症状，它也不痛、不红、不痒，而且呢，因为它对于视觉功能的影响，通常是从周围的视野开始影响的，所以一般的人不太容易有感觉得到。病人觉得视力不好了才去检查的话，如果真的是青光眼，大概已经是晚期到接近末期了。对，因为视野已经侵蚀到中央的部位，他才会感觉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叫做视力的小偷。对。那您刚也提到，就是说健保的资料，大概台湾就医的青光眼人口有多少？但是事实上呢，根据所有的文献统计，就算是在一个医疗发达的先进国家，青光眼没有被诊断出来的百分比大概是多于1半。换句话说，全部的青光眼人口当中，大概只有少于1半的人口，他有得到正确的诊断，而且也在接受治疗。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到节目来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青光眼。是，所以视力小偷就是他偷偷的偷走你的视力，可是你不知道。对，它是蚕食，它不是鲸吞。OK， 它是一种视神经病变。那视神经病变有很多种原因，很多种不同的分类，有些它就是一来你整个都看不到了，但是呢，青光眼不是，它是慢慢一点一滴的侵蚀你的视觉功能。所以它悄悄的接近我们，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今天节目里头就要告诉大家，你怎么样发现它。不过教授，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眼压高，好像是说眼压高就等于你可能得到青光眼。那这观念是对的吗？那什么又是眼压高呢？好的，事实上在1个世纪之前，可能很多人甚至医界都认为说青光眼它就是眼压高，然后压迫视神经造成的。然后大概在1950年左右，有位学者他就提出来说，不是哦，因为那个时候眼底镜发明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直接检查视神经。他就发现有些眼压不高的人，他的视神经也产生青光眼的一个病变，所以他开始提倡说有正常眼压性青光眼这样的概念。当然这个概念一开始是受到很多的质疑，但是现在它是被大家所公认哈。所以眼压高它其实也可能不是青光眼哈，我们可能待会可以讲到所谓的高眼压哈。眼压越高，它的确造成病人罹患青光眼的几率是越高，风险是越高的。但是呢，如果眼压在正常值呢，可能也不要就掉以轻心，觉得说，我绝对不可能得到青光眼。对，所以知道自己眼压高或不高这件事情，只能到医院去检查吗？还是自己？譬如说头痛或者眼睛会痛吗？眼压高的定义是什么？会不会造成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那就要看它眼压高的幅度有多高，还有它上升的速度有多快。那除了少数急性青光眼发作，它的眼压是在短时间之内急速的上升，会造成很明显的症状，头痛眼睛模糊，甚至眼睛痛、恶心、呕吐等等。那这是我们所谓的急性青光眼。
那这些人通常他会受不了，他的确会到急诊室去哈。但是绝大多数的青光眼呢，事实上它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它的眼压上升的幅度可能是慢慢的上升，而且可能也没有到一下子到很高，它可能是高于正常的范围。但是不是那么的高到让你的眼睛没有办法忍受，而且就像那热水煮青蛙一样嘛，它慢慢升高的话，可能我们眼睛就慢慢习惯这样子的一个压力，然后就比较没有痛感。所以眼压就是要到医院或诊所去测量。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可以在家里自己测量的眼压计，但它毕竟不太像是我们平常的血压计那么的普遍哈，造价也不是那么的便宜。那所以一般还是建议，如果说你没有青光眼，那也许就是到医院或诊所去找眼科医师检查。刚刚这个教授有特别提到，青光眼是从旁边开始，好像有一些看不清楚，它跟一般的我们的老花或者是白内障又不太一样，是不是？对，青光眼除了到晚期或接近末期的时候，它才会有视力的模糊的症状。那老花的话，如果单纯的老花眼，你是看远的没有问题，但是要看近的时候才觉得不清楚，然后戴个老花眼镜，你就可以看清楚了。那如果是近视，单纯近视的话，那你就是看远的不清楚，但是你戴上一个适当的眼镜，你就可以看清楚。一般典型的青光眼，它的变化是从周边的视野开始产生缺损，那因为它又早期的时候，它缺损的范围主要是在内侧，两个眼睛的鼻侧视野产生缺损。那因为两个眼睛它会有互补作用，它的两个眼睛开始罹患的时间不一定是一样，通常会有一个时间差。所以当你一个眼睛不好，另外一个眼睛还好的时候，它可以弥补，所以更难以察觉到说，我有这个问题。对，我懂了，就是你两个眼睛都打开的时候，你以为你看得清楚，可是如果你遮一个眼睛，其实你有可能是看不清楚的。对，加上我们的眼睛其实可以动来动去，所以有时候你某一块看不到，可是我们会用眼睛来转动，然后来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自然反射，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要看清楚。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它不太容易自我察觉的原因。对，既然这个青光眼这么的狡猾，我用狡猾来形容，的确你很难知道自己可能已经被它侵蚀了，或是被它偷走了视力。那哪一些人可能是高危险族群，自己要特别注意的呢？好，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青光眼，我刚刚讲的它的定义嘛，但是其实它有很多的分类。是，那我们如果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原发型的青光眼。那另外一种叫续发型的青光眼。那续发型就是说，你可能眼睛过去曾经有发炎、有外伤，或是因为其他的疾病接受过眼科的手术，或者甚至是药物使用不当造成的。那这些当然我们就是要尽量避免外伤哈。那如果说又使用譬如类固醇之类的药，自己要留意这个眼压是不是有升高的情况，这是续发的。那原发来讲，就是说它没有那些可归咎的原因，它就这样产生的青光眼，这个叫原发的。那原发的话，又可以细分为开放型跟闭锁型。是。那什么叫鱼角开放型？这是一个剖面图。那这边是我们的角膜，也就是我们看出去看到黑黑的亮亮的部分，就是角膜。那这个地方这个部位蓝色的区域呢，它事实上充满了一种水，叫做房水哈。那房水呢，它是从眼睛的这个后面的构造产生，然后经由这个前房的这个夹角，我们叫前房鱼角的地方有一个下水道，它排出去的。那如果说这个下水道表面上检查看起来是开放的，但是它的功能可能不好的，已经因为某种因素让这个虹膜往前鼓起来，所以我们在做鱼角镜的检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子很轻松的看到这个前房鱼角，我们就叫闭锁性的青光眼。那为什么要区分这个开放型或闭锁型呢？是因为它的风险因子是不太一样的。那开放型的青光眼的话，它的危险因子呢，包括刚刚提到的眼压高，虽然它不是诊断的要件，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另外年龄比较大的人，那在过去是说40岁以上，那现在把年龄层降低，就是35岁以上，可能就是算是有一点年纪要去做检查的年纪哈。那另外很重要，在台湾就是
高度近视。高度近视，近视被认为是造成原发开放型青光眼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而且近视度数越深，它的风险就越高哈。那所以如果说您有高度近视，但是从来没有接受过眼科的专业检查的话，那我们建议你还是去做一下检查，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青光眼的迹象哈。因为在过去可能20-30年，我们发现罹患青光眼的病人的平均年龄有下降的趋势。有些甚至不到30岁找到第一份工作，然后要做体检，那才发现说原来他已经有严重的青光眼。我也是碰过这样的病人。不到30岁。对，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年轻的族群呢，他们通常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高度近视。是，所以这个高度近视的确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那高度近视的族群呢，如果说他们又去做了近视雷射手术，近视雷射手术之后，角膜会变薄，那弧度会变扁平，而且那个角膜的这个生物力学它会被改变，所以他用一般门诊呢在量眼压的这个机器去量的时候，它的眼压值是偏低的。换句话说，它测量到的数值是低估了你眼球内真正的压力。但是他会去做近视雷射手术，它本身又是个高危险群，所以这些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不要以为说眼压很好，那我就是安全的。对，要特别小心。所以那有可能是一个假象。对，这个假象，做了这个近视雷射手术，没有错。对 ，OK， 所以这些朋友可能要特别的留心。那遗传算不算是一个？对，它是多基因的遗传，而且可能加上一些环境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就譬如我刚刚提到，他可能用眼的关系，所以他之后有近视，这个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的。所以它不是显性，也不是隐性遗传，它就是一个多基因的。所以表示说，你的父母有青光眼，不见得代表你一定会得到青光眼。但是你得到青光眼的几率，的确比父母没有青光眼的人来得高。假如有近视的话，尤其是高度近视，我们称它为退化型的近视。可以把它想成说是眼睛的提前老化。对，因为在传统上呢，青光眼是认为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对，但是虽然现在人外表上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但是因为生活习惯或是空污啊、水污染等等问题，还有饮食习惯等等，所以不见得里面的结构真的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年轻。了解。不过现在因为3C 的这些产品大家使用的非常频繁，是不是跟青光眼也有一些关联性？没有办法说3C 直接造成青光眼，但是如果说从小就比较没有节制的在使用3C 产品，尤其是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尽量避免。减少他们看3C 产品的时间，因为小孩子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近视是容易增加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段时间不要让他们太早产生近视，就算有了近视，也希望目前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延缓近视的发展哈。那所以3C 跟青光眼的关系，目前中间可能还是有一个近视的因素在里面，因为使用3C 过多容易造成近视，而近视又是青光眼的一个风险因子。是，刚刚听到刘教授不断的强调高度近视，那可不可以请刘教授告诉大家，到底几度算是高度近视？说出来大家可能会吓一跳，500度以上就算是高度近视。所以在台湾这样的人口是不少的。是，500度很容易耶，很多身边的人就有500度以上的近视，没有错。如果说你近视度数真的很高，可能不要等到35岁了。我刚刚就讲了，有些不到30岁他已经很严重，所以就看你的近视度数有多深，越深的话，如果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眼科的专业检查的话，那可能还是去检查一下比较放心吧。对，所以近视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跟参考的一个依据。好，那如果说真的很不幸，你去检查你有初期青光眼，或者是已经是得青光眼，到底有什么样治疗的方法呢？原发型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是叫做闭锁性的青光眼嘛，那如果是闭锁性的青光眼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病人要做一个雷射手术，它就是在这个虹膜的周边做一个周边虹膜穿孔术。它的原因就是因为黄水挤在后面出不来，所以把这个虹膜往前推挤的话就会挡到这个防水流出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穿孔术，
让这个防水可以直接经由这个捷径跑到前房，那样子的话就比较不容易造成这个前房鱼角越来越狭窄。这是闭锁型的青光眼，它一定要做这个周边虹膜穿孔术，然后看需要再搭配是不是要做药物的治疗。那如果说闭锁性的青光眼，它同时合并有这个严重的白内障是需要手术，那其实它也可以考虑就是开了白内障。有时候闭锁型的青光眼在开了白内障之后，它可能就可以得到缓解，就是可能甚至可以不需要用药。那如果是开放型的青光眼，因为这边前房鱼角是开放的，你可以采取做一个小梁网的塑形术，它也是一种雷射手术，或者我们采用药物治疗都可以。那如果说一种药物控制不了，那我们再加上第二种药物。通常如果说用了3种药物病情还是控制不好的话，那可能就要进入手术的阶段。所以现在其实都有各种医疗方式，然后医师也会有专业的评估。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心里还是很害怕，就说我被医师宣判我得了青光眼，那我是不是到最后一定会失明？OK， 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青光眼的确是会造成失明，如果你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或者说得到的诊断你不相信自己有青光眼，很多病人会这样，因为他没有症状嘛。对。然后如果还看得到，他就觉得跟我一样。对。我不玩了。对，就是这一点。然后你又要叫我治疗，那可能又要点药水好了，那我每天都要按照时间点药水。多么麻烦啊！所以就是很排斥。我们会希望病人不要说，如果得到诊断，那医师用治疗一段时间，觉得说你的真的是药物控制不住，需要开刀，那我们就应该接受事实哈。那你如果有疑虑，可以跟医师讨论。那我觉得所有的手术一定都会有并发症啊，但是在台湾似乎一般的民众会把青光眼的手术想得过度的可怕。有几次我在跟病人提到手术的时候，有一些病人他就会问说，听说青光眼手术后眼睛就会瞎了哈，甚至有一些病人他从别的医院转到我的门诊，然后他也说我可以开资料的看不啊，就是会讲这种话了。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追踪他的病史，详细的去询问他的病史，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病人的情况应该是他一直拖，他已经看不清楚了，他死了心了，他才愿意接受开刀。那这个时候，就算这个医师手术开得再好，那因为你的视神经已经是走上失明的不归路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可惜了哈，就是不需要把自己搞到这个样子。那尤其是最近在过去10年内呢，青光眼有一些所谓的微创手术发展出来。那这些微创手术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譬如小梁切除术的话，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比较安全，因为它的伤口小。一般我会建议说，使用3种药物，你还没有办法把病情控制得好的话，那就应该要考虑手术的治疗方式，不要一直拖到很严重的时候，你那时候眼压可能需要很低的眼压，你的视神经才有办法维持不再继续恶化。可是你要达到那么低的眼压，你就要用传统的小梁切除术。那小梁切除术总是比微创手术它的风险稍微高一点，所以如果真的害怕手术，那更应该不要把疾病拖到很晚才去手术。对，应该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一句老话，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是最好的。你拖到病入膏肓，可能就很难这个回天乏术了。就像你在治疗癌症一样嘛，你不要等到它都已经扩散出去了才治疗，那这样就会搞得很复杂。对，所以不要铁齿哈。那另外我们当然要预防，有时候预防胜于治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保养的小撇步？对于眼睛，我们可以尽量避免进入这个阶段。讲到预防如果续发性的话，我刚刚提过了就是它可能有些是药物造成，有些是外伤造成的。那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滥用药物就是使用药物一定要在医师的指示下使用。那外伤的话，我们要注意保护眼睛，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危机意识，知道什么动作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纵使那个危险不是每一次都会发生，但是万一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很不好，所以要注意保护眼睛，这个是续发性的部分。那如果原发性的话，真的要预防，那就是从小就要注意用眼，适当的用眼，不要让你的小孩因为小孩自己不会注意嘛但是父母亲会知道嘛不要让你的小孩太早接触3C产品然后
就是尽量延缓他们使用的时间。那开始使用的话，可能也要限制他的时间。那如果小朋友真的近视的话，不是只去配眼镜就好，你应该要定期去看眼科医师，看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小朋友他的近视不要快速的增加，那能够尽量到成年人还能够不要发展成为高度近视，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尽量不要让你近视啊！如果真的近视，延缓近视的增加非常重要。对，那刚刚医师有提到，就是续发性的就是除了外伤之外，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我周围很多朋友都一直点很多眼药水，比如说眼睛很干呐，就去买日本的或是其他国家有那种很凉的眼药水，那算是对眼睛的伤害吗？我知道很多那个药妆店，尤其是日本，很多人很喜欢。那通常就是有品牌的这些他卖的这些保养的药水呢，它可能里面就是一些维他命啊，或是一些特殊的成分。你只要不要过度使用，譬如说你一天可能点个3滴到4滴左右，我觉得是还好啦，因为他们不太会敢卖那种容易造成青光眼的药水。但是有些人是因为过敏性的结膜炎，或者说是其他的疾病像你异位性皮肤炎，你皮肤需要涂类固醇的药膏。那当然有疾病需要用类固醇，我常常讲类固醇它是一箭两刃啦，因为在某些情况之下，像气喘它也是可以救命，所以有些时候的确是需要使用到类固醇。但是我们不要说这个药用起来好舒服很好，那我就没有在医师指示之下，然后就一直去外面买，直接买来点。对，点的话是最容易造成眼压高，但是不要忘记了，涂皮肤或是喷剂，甚至口服的，它都有机会会造成眼压高。另外它也有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白内障。那有些人可能要用了很久一段时间眼压才会高，有些人可能短时间内就会眼压高，这种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因为其他的疾病真的需要使用到类固醇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留意去看一下，检查一下眼压有没有因为用了类固醇而导致升高的现象。是，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在用药的时候要有医师指示，对，不要随便乱用。那另外可能也有人认为运动啦、饮食啊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防止，或者是让自己的眼睛会更健康？我觉得现代人容易有3高啦，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嘛。那刚刚我们有提到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为什么正常眼压也会造成青光眼？一方面讲的就是可能他的眼压其实是被低估的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他的血液循环不是那么好，也就是说视神经的血流灌注压力不够，可能视神经能够得到的血液循环就不够那所以如果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是有胆固醇比较高的朋友们，就要好好控制这些。就算你已经得到了青光眼的话，我们也是会建议，除了搭配眼科的治疗之外，你内科这些疾病呢，也是要一并的好好的控制那这是预防啦。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已经得到了青光眼的话，通常会建议几项啦一个是在日常生活要规律。因为很多的青光眼病人他都需要按照时间点药水，因为过了时间他的药效就不好了，不是说你一天想到就点个2次就好了不是这样子，你就是要很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话，你就很难做到规律点药的这个，所以生活要规律，这是很起码的一个前提了你的药物治疗才比较容易成功事实上有些人统计做研究呢，就发现说用药物治疗失败的大概有50%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用药，而不是这个药不够好。对那另外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会建议我的病人，就是说你可以适量的多摄取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水果因为这些颜色自然鲜艳的蔬菜水果里面含有比较多的抗氧化的成分所以对我们身体或是眼睛的健康应该都是好的。另外坚果也是很不错，如果牙齿好的话是可以多摄取当然我们要注意新鲜度，还有这个烹调的方法啦那另外在运动方面一般青光眼的病人我会建议有一些适度的有氧运动譬如说慢跑或是快走也可以那如果说游泳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运动，但是你如果需要戴泳镜的话那就要注意，可能你就不适合戴那种扣在眼球上的泳镜，就是压到很对，因为你扣住眼球的那段时间眼压都会很高
所以你可能如果想要游泳，就是买比较大，像蛙镜那样子的，扣在骨头上、骨框上。因为每次去游泳，游完泳这边整个眼睛就是整个都是陷进去的，有没有？就把它吸很紧，这样对眼睛不好。因为那段时间眼压都会很高。对，那如果说本身已经有青光眼的话，那它的青光眼就视神经就更危险了。对，所以游泳不是说不行，但是要注意这件事情。对，好，那有氧运动一般来讲会比肌力训练的更推荐一点，但如果你要做肌肉训练也 OK， 注意不要过度用力憋气，尤其像躺着握举的那个动作，一般比较不建议，就是要注意呼吸，然后不要让自己有太多憋气的动作，这样子啦。对。那医师，我最后再问一下，有一些人就说补充一些营养剂，像是什么维他命或者是叶黄素，现在不是很流行吗？那个有效吗？我通常不会主动建议病人去买这些营养食品哈，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你肠胃、你的牙齿可以的话，你就从自然的食材里面去获取这些抗氧化的这些因素嘛哈。而且我总觉得说健康食品现在好多哦，对，那有些人真的吃的好几种，事实上会吃出问题来。你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因为每一种健康食品，它为了要制造成那一颗一颗的，它里面有很多的佐剂，有其他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你如果摄取太多的话，可能加总起来那个量就很大，那对身体来讲会不会是太大的一个负担？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对。所以天然的最好，我觉得食物可以摄取的，这是最好的。对，我觉得是比较自然的方法会比较好。是，今天非常谢谢刘教授来到我们这里，跟大家讲这么多有关青光眼的成因或者是保养最重要的是，如果您的这个近视非常的高度超过500度以上，可能你就要定期去做检查。非常谢谢刘教授，我们下个礼拜5继续见，拜拜。拜拜。